你打猎回家的路上，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，准备撑伞的时候，却看到道路尽头站了一个手持双刀的少女。兄长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！你呆在原地，与此同时，记忆逐渐涌入脑海。眼前这人名为冷若雪，是你穿越这么多世界中第一世界的女反派，也是你任务的初始。没错，你是一个穿越者。10几年前，你接受了系统给的任务，分别要穿越到7个世界中，在这些最终 BOSS 还小的时候，去尽力用亲情、友情感化他们，降低他们对世界的破坏，从而达到让天道正常运转的目的。还记得在第1个世界中，你以兄长的名义收养了他，教导他，改正他，直到他变得更好，随后离去。按道理说，他之后应该已经成为了正道的领军人物，而且关于你的那部分记忆也应该被世界意志抹除了呀。可现在怎么又……这时冷若雪抿着嘴唇，兄长看到我很惊讶吗？原来如此，看来当初果然有问题啊。与此同时，两人都陷入到了回忆中。那是一个冬天的街角，肮脏的小巷子内，衣衫单薄的小乞丐蜷缩在角落，不但遭受其他人的毒打。呸！哪里冒出来的小贱种，也敢抢我们的生意？下次还敢再来，就打断你的狗腿！说罢，扬长离去。没错，乞丐间的竞争无比残酷，有时为了几口吃的，几件垃圾都能打得你死我活。等他们走后，少女才掏出刚才护在怀里的别人咬剩下的包子，用力的啃着。没错，冷若雪就是这样的人，为了生存，她什么礼义廉耻都不要了，就算是趴下来做狗，也要坚强的活下来。看到这样的人，你也心疼得紧。可西头马飞这会儿却说送监，心疼大可不必。接下来你每个任务面对的都是顶级恶人，就拿眼前这位来说，原有剧情中他为了宝物残害同门，为了师傅许诺的奖励，毫不犹豫迷晕女主献给师傅。后面更是伪神魔宗为了神功大成，不惜献祭数千万人的神魂。听好了小子，你面前这个小鬼可不是什么普通乞丐，而是为了变强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大魔头。可是至少他现在什么都没做呀。马飞扑哧一笑，没错，他现在的确很普通，但你忘了天道对他的定义了吗？没错，系统的背后是天道，他针对每个世界女反派的特点做了认证。这7个世界的反派分别是不择手段的攀登者、恶人的救世主、双面的帝王、利益至上的厚颜之徒、善于伪装的阴鬼使者、无法自控的独裁暴君和玩弄众生的天之王者。7个世界的女反派一个比一个无药可救和邪恶。冷若雪的童年尝遍了人间冷暖，她明白的道理不是改变现状，而是攀登，不择手段的攀登。最终女主角率领正道众人围攻她的时候，她举剑质问天道，说的就是那句话：列贵贱者存乎位。是啊，你们能接受满嘴仁义道德，道貌岸然，实则仙凡有别。同样是压榨凡人，我比诸位少的不过是礼和义的那张皮罢了。对于他来说，他想要的就是不择手段，直至自己君临天下，俯视众生。这就是冷若雪，无可救药的冷若雪。这会儿你提了一个问题，既然这样，又何苦让我去改变他们呢？让天道直接出手不就行了吗？这会儿马飞沉默了，许久后才开口，因为无法战胜这帮女魔头，意志坚不可摧，实力深不可测，他们是人道的化身物，若天道贸然下场，会让世界失衡的，所以需要你来改变他们。想想吧，萧凡，这可是天大的功德，完成它，你想要什么，我就可以给你什么，包括你想要救的那个人。你点点头，好，我会帮你改变他的，但怎么改变，我说了算。于是乎，等小女孩再抬起头的时候，一只手伸了过去，要跟我走吗？冷若雪呆住了，虽然眼前这人自言自语说了一堆他听不懂的，但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不但磕头，要，只要给我吃饱，不用吃饱，哪怕是剩饭，我什么都能干。谢谢公子，谢谢公子，你身上福气。他下意识往后一缩，公子，我脏。没错，那是他积累起来的警惕。你有些心疼，轻声说着，慢慢拨开他的发丝，跟我走吧，我在这个世上也是一个人，所以你不用做什么，跟我走，我就不孤独了。冷若雪抬头，那是何等温柔的眼神啊！这当中蕴含着怜悯、同情，但少女并不排斥，鬼使神差的点了点头，走吧。少年和少女拉着手，没入到春赠的阴影中，这便是你们的初见。等回忆结束后，你沉默许久。若雪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兄长大人好狠的心，走就算了，还要把若雪的记忆都抹去。说着，起起手中刀。可这时雷光炸响，苍天都在震怒。冷若雪冷哼一声，时间到了。没关系，兄长大人，我还会再来的，下一次一定会好好叙旧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。一阵风过后，他的身影消失，与此同时镜头一切，第一世界内，冷若雪从床上坐起，旁边的兜帽人呵呵一笑，如何？我没骗你吧？冷若雪目光发寒，刀已经架了上去，你在关键时刻把我招回来吗？神秘人一耸肩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在那个世界能待的时间，是你自己没好好珍惜。少女冷哼，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，告诉我怎么再去，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神秘人抬手按下短刀，那太好了，看
就是这样，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。这回镜头切回到你身上，你想起了当年的相遇，那会儿冷若雪以为自己傍上了什么大家族的少爷，实际上你也穷得可怜，两个无依无靠的穷小孩就这样努力生活了好几年。两人第一次闹矛盾是你16岁生日那天，拿出来。冷若雪低着头，浑身上下写满了倔强，柳条抽打在地上。我说拿出来。冷若雪脸都吓白了，第一次看到自家兄长发火，可还是倔着。啪的一声，少女的手臂上出现一道红印子，一鞭子下去，两个人都感受到了痛。不知怎么的，你怒气也消了，长叹一口气，为什么要偷钱呢？半晌后，他才说了一句不搭边的话，因为今天是兄长的生日。你愣住了，再也生不了气，蹲下身捧起他的脸。被打的时候没有哭，但这句话让他自己眼眶都红了。兄长总是让自己这么劳累，可我却帮不上兄长什么忙。那卖肉的屠户钱那么多，偷一些又不碍事。你轻叹一声，若雪，你听我说，你偷的那些钱对屠户来说的确不多，但也不代表你是对的。我们虽穷，但我们不去偷，不去抢，赚的每一分钱都靠自己的努力。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明白吗？他嘴角蠕动几下，但还是忍人下去。凭什么？我只是想活得更好，想让兄长好，我没错，你这么想没错，但你不能用错误的手段。难道为了让自己过得好就可以犯错吗？若雪，听话，跟我一起去把钱还给人家，去道歉。不要，若雪，我说了不要。啪的一下，居然是他打开了你的手，那眼眶中漆黑的火焰正在跳动。我不要，那家伙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他都有家庭了，还经常出去厮混，我偷他点钱怎么了？反正他也不在意。你居然连对错都不分了吗？什么对什么错？我凭什么听你的？就凭我是你兄长，你又不真的是我兄长。这话一出，两个人都愣住了。任若雪蠕动了嘴唇，口型像是要说对不起，但更像是无措、伤心、懊恼涌上你心头。这会儿马飞耸了耸肩，看吧，我早说了，这家伙就是匹狼崽子，对他动真情只会让自己难受。和泥深吸口气，抓着他扔到床上，用木板一下下抽着屁股，你还不还？不还，不还！这个过程中，你只有身为兄长的痛心，可他哪怕是被打得再狠，也还是咬着牙攥着拳头，硬是没有哼一句。那铜钱被紧紧攥在手里，死不松开。最终还是你赢了，趁他无力，掰开手拿到钱，带着人去道歉。由于这阵打，若雪当天晚上就发烧了，神志不清。为了照顾他，第一次你进入他的房间，看到床头放着一个罐子，里面装的铜钱几乎要溢出来。为了让他睡得舒服些，你想把罐子挪开，可刚摸到就被拽住胳膊。钱，我的钱，别动！好，不动就不动。你属财迷的吗？放回去罐子。结果这会儿少女嘴里梦依着，别动，这些钱攒着给兄长。你愣住了，兄长，我没偷，这些钱是我攒的，你拿着。兄长别走，若雪错了。你叹口气，好，我不走。这句话说出来，手总算松了。你走出门后，确定四下无人，才缓慢开口，他没睡着，装的对吧？马飞耸耸肩，你自己不都确定了吗？放弃吧，你的方案我一直都不赞同，属于常人的感情是无法动摇这些女魔头的。你以为你想真心付出，可换来的呢？他甚至还想反过来影响你，塑造一个形象，还攒满了给兄长。你看那罐子都快溢出来了，给你了吗？别说了，我知道，那计划照你的来就是了。这下马飞满意了，你叹口气，冷若雪啊，冷若雪。夜晚的风寒得彻骨。从那天以后，冷若雪发现兄长大人似乎变了，兄妹俩一切如旧。你表面上对他多加劝导向善，暗地里则对所有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时间就这么又过去了几年，到了幽冥宗收徒，冷若雪拜师，剧情总算开始了。他师傅是幽冥宗清风山峰主林修缘。原本剧情中他是反派冷若雪和女主苏倩的师傅，因为喜欢苏倩，所以用了很多阴暗手段，算作终极 BOSS。而且他看准了冷若雪的心性，利用对方不择手段这个特点，让他帮自己去做一些见不得光的脏事儿。冷若雪自己也无所谓，对他来说，这能变强，手上沾点血又算什么呢？出发前你叫住了他，这几天给你的嘱咐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背一遍。冷若雪叹口气，不许偷，不许抢，说话和气，爱护同门，吃饭要给钱，买卖要公平，借人东西要还，弄坏物品要赔，要当正道的好榜样。放心吧，兄长，我都记住了。你点点头，记不住也没关系，我都写在这个册子里了。你拿着，空的时候多读几遍。冷若雪无奈点头，随后转身离去。自此再也没有人能阻挡他的脚步。就这样，冷若雪拜入仙门，你留在城中沾他的光，你也被城主封为上宾，还派来一个侍女画小文。两人相处了一段时间，对方或多或少表达了爱慕之意。不过他是受城主所托来监视的，真有没有爱慕，谁知道呢？
但这并不影响系统布局。于是冷若雪第一次回来探望的时候，两人正好撞上了。兄长，我回来。可开门的瞬间脸色一寒，因为见到的并不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兄长。哎呀，若雪回来了呀！你哥哥说了，你今天回来一大早就忙活给你做好吃的。冷若雪面色警惕，兄长在哪？他的院子里，先进来吧。等看到你的时候，他才重新放松下来。刚想帮他拿过包裹，结果后者抿着嘴向后退了一步。我自己去收拾吧。你愣了半秒，微微一笑，也好，这宅子大，你房间我已经收拾出来了，靠近莲花池那个就是。可少女咄咄逼人，兄长平时住哪儿？我在东厢房，西厢房尽管好，我特意留给你的。可他声音再寒一分，那刚刚给我开门的女人住哪儿？你微微一笑，干嘛问这个？可少女身子挺拔，寒气逼人，住哪儿？你笑了，这才答道，他不住这儿。若雪，为什么你会认为他住在这里呢？听到这话，他才马上低头认错，抱歉兄长，是我冒昧了。这顿饭三人吃得心怀鬼胎。送走花小文后，转头却看见冷若雪一动不动看着自己。怎么了若雪？我去练功了。归乡之人本有一肚子话想说，可等到了家却什么都说不出来了。当晚你边饮酒边看少女舞剑，14岁的她再也不是当年那个瘦骨嶙峋的小乞丐，仙人之徒，天赋卓绝，有亲人师友，前景一片光明。可惜那光明的前景你估计是看不到了。片刻后，冷若雪向你鞠了个躬，舞完了，兄长。你脸色微红，好看，若雪真好看，来喝酒。兄长，你醉了。醉没有醉，来你喝一杯。冷若雪按住你的手，兄长，你真的醉了，我背你回去吧。他想起以前自己脚扭的时候，兄长就背着自己一步步走回了家，现在轮到他背兄长了。搀扶着的时候，气息靠近，交织在一起，不分彼此。2年未见，冷若雪那颗心依旧滚烫，少女的眼眸深不见底，里面是翻涌的欲望。若雪，兄长，我在，你不舒服吗？没有，你放我下来。兄长喝醉了，需要休息。可忽然他听到一句，若雪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他瞳孔一缩，连带的欲望都消散了大半，身躯僵硬起来。兄长，你说是不是？是。微微一笑，这样，兄长怎么看出来的？我又不是木头，怎么会看不出来呢？既然这样，为什么还跟那个女的？怎么还在吃醋？冷若雪沉默不语。打进门起，你对小花的敌意就没散过。这么多年了，我还不了解你，那醋意都泼脸上了。冷若雪舔舔嘴唇，非常抱歉，兄长大人，心里却好似有一团火焰在熊熊燃烧。兄长知道，一切都知道，自己的感情、想法，他都知道。既然这样，那直接。可下一秒，你叹息一声，若雪，我们是不可能的。刺骨的寒意瞬间扑灭了他心中的火焰。为什么？你是仙人之徒，是要成仙的，而我终究是个凡人。你想啊，60年后你还貌美如花，我就得成老头子了。再说，我还是你的兄长，这天底下哪有兄妹在一起的道理？若雪，你会变得越来越优秀，也会认识值得你托付一生的人。所以啊，不用再惦记我了，我会好好的照顾自己。若雪啊，仙凡有别，你要的我给不了你，所以也不拖累你了。小花是个很不错的人，我们在一起挺好的。说着说着，你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渐渐化作均匀的呼吸声。兄长睡着了吗？好痛！鲜血缓缓落下，他这才发现自己的掌心破了，心中欲望已经消失得一干二净，化作的是漆黑的火焰。送你回房后，冷若雪默默离去。过了一会儿，你睁开双眼，系统，我在。走了吗？走了，走得远远的。是吗？干得好啊，宿主！当年他装睡，如今你装醉，你们扯平了，不是吗？闭上眼睛，扯平。希望你说的是对的吧？那天以后，冷若雪就变了，她变得更刻苦，更努力，连回来的次数也更频繁。这一切你都看在眼里。不单是他回来的那一面，系统也一直播放着他阴暗的一面。为了你，冷若雪开始帮师傅灵修园做事了。画面里跪在他面前，请师傅准许徒儿的请求。有趣，之前你不是天天背诵不许偷、不许抢、不许恃强凌弱什么的，如今这么答应了。回家一趟，想通了？是，徒儿想通了。师傅培养我，教导我，呵护我，我帮师傅做事，理所应当，是有所求吧？徒儿不敢隐瞒，想起师傅出手帮忙炼制6转退凡丹，世人皆知幽冥宗清风山的灵修园是炼丹大能。所谓6转退凡丹，可以洗去凡人一身杂质，成为仙人之体，召集灵气，但它无法帮助服用者改变天资根骨。凡人即使成仙人之体，也无法修炼。冷若雪的想法很简单，你能不能修炼不重要，只要你成就仙人之体，能够吸纳灵气，延长寿命就行。灵修园做出一副为难的样子。哎呀，这6转退凡丹属于仙级丹药，炼制麻烦不说，材料也不容易备齐呀。徒儿愿为师傅赴汤蹈火。一张名单丢了过来，
既然如此，这上面的一条人命换一个炼制材料如何？冷若雪打开名单，手指微微颤抖，12个材料，12条人命。师傅，为何名单上还有本门弟子？凌秀元双眼一眯，你是在质疑为师吗？弟子不敢，这是惩戒堂那边有为师在，保你安然无恙。看到这儿，你微微一叹，终究是走到这一步了嘛？不是早就有所预料了吗？这是一件好事儿，说明所有的事情依旧还在我们的掌控之内。太自信可不是好事儿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失，这是天道计算的最佳结果，相信我们就行啦。你眼神复杂，随便吧。他要去杀人了，接下来怎么办呢？预料之中，按照计划该你出手了。我去做什么？下一秒，天道气息蔓延全身，你轻轻抬头，灵气如大海一般呼啸而至，仙人之体成了。画面一转，冷若雪眉头紧皱，死了，死得老惨了。从前天起就开始发烧，昨天就死了，当晚就埋在哪里？乱葬岗呗。所谓的埋，也就是随便刨个坑扔了事儿。冷若雪表情十分复杂，名单上一共12个人，2个仙人，10个凡人。他准备先从仙人入手，却得知那2人已在外出试炼时陨落魔道之手。接着，名单上的人也都开始不对劲起来，仙人也好，凡人也罢，这些人竟然都离奇死亡了。他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完成了灵修岩的任务，不对劲，10分有9分的不对劲啊！强烈的直觉让他没有立刻去找师傅复命，而是选择回到岩浆城。另一边，系统发出提示，他回来了。他去城主府了，他知道了。你十分烦躁，不能让我消停一会儿吗？马上就到你登场了，还要接着消停啊？我说了，我会做到的。过了一会儿，系统再次提示，花小文来喽。你摇了摇头，就像以前一样，邀请他在院子里喝茶聊天，茶香四溢，美人在侧，这是多少人羡慕不来的生活。下一秒，一道狂风呼啸而来，冷若雪的身影出现在庭院，双眼死死盯着那个女人，你有些惊喜。若雪，今天怎么回来了？来坐下。他却一动不动，依旧死死盯着花小文。小花浑身一抖，若雪怎么这么看着我？你兄长让你坐下呢。冷若雪轻笑一声，你也配叫我若雪吗？你是自己滚，还是我把你变成尸体，然后你再滚？若雪，你说什么呢？兄长，这家伙就是城主培养的狗，是专门过来监视你的，谁给他钱，他就能摇着屁股过去讨好。你猛然起身，若雪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知道的很清楚，这家伙不过是条狗罢了。现在从我家滚出去！校花眼眶通红，公子，你知道的，我不是。说着向你怀里倒去。我知道了。转头，若雪，你说的我也知道。什么？兄长，你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还留着他？这种人怎么配进我们家？你叹那口气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小花的家人被城主挟持，城主拿这个威胁他，逼他卖命，所以他才来监视我的。你知道个屁！冷若雪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家兄长分明是被这个女人的花言巧语骗了。兄长，他就是个孤儿，被城主当奴隶培养长大，哪来的家人？他就是个骗子。若雪不得无礼。什么礼不礼？我今天偏就无礼了。说着一剑刺去，下一秒剑锋刺入的却是一个男子的肩膀，是你挡在剑前。冷若雪双眼漆黑，兄长，为什么？难道你让我眼睁睁的看你杀人吗？他该死。什么该死？难道就因为他是受命来监视我的吗？冷若雪，我已经和你说过了，我知道这件事。兄长，你太天真了，凡人的欲望如同沟壑，深不见底。他接近你的目的就是为了诓骗你，就是想通过绑住你，从而讨好我罢了。即便如此，也不至于走到杀人这一步。既然你说他们是想通过我来教好你，你不管我不就行了？我是你妹，我怎么能不管你？你又不真是我妹。冷若雪愣住了，不知名的情绪在疯狂冲撞。兄长，你说什么？你一脸平静，你又不真是我妹，还记得吗？那天那个巷子，你需要吃的，我需要亲情，所以我们两个可怜人才凑在一起，心痛得几乎搅在一起。恍惚间，他仿佛看见了当初偷了钱的自己，倔强地对兄长说：“你又不真的是我兄长。”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咣当一声，剑刃掉在地上。兄长，我的好兄长，我错了，错得离谱。我原以为我可以说服你，我原以为你终有一天会理解我，我原以为我们可以一直这样下去，但可惜我错了，你还是那个样子，优柔寡断，举棋不定。你那无聊的温柔和善良简直让我呕吐。冷若雪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呵呵，说起来也是，你是个没娘的孤儿，从这一点来说，我们确实没什么两样。但现在我比你高贵得多，而你呢，永远是那个毫无眼界、没有见识的蝼蚁。我已经受够了什么狗屁兄妹戏码。说罢，他抬手将小花吸入手中，回去告诉你的主子，派人封住这里，让一个男的每日往返这里，送日常用品和食物，其余所有人不得进出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再耍手段，我就杀光城主府，滚吧！挥手将他抛出院子后，若雪，你是要囚禁我吗？别叫我这个名字，囚禁。呵呵，他念起口诀，一道阵法笼罩住了整个宅子，随后一巴掌打在你胸膛，很快你胸前出现一道法印，这是骨寒咒。
我的法阵没有囚禁的作用，仅仅是作为一个标记点，旁人可以随意进出，但你不行。只要你敢离开，马上就会感受到透骨之寒，离得越远，就越会生不如死。我可没有囚禁你，是你自己想要待在这里的。你捂着胸口，若雪真的要做到这种地步吗？他沉默看了你一眼，转身离去。等他离开后，系统发出低笑，有什么可笑的？没什么，你就暂时待上一会儿吧。这是两人的第二次闹矛盾，同时也是最后一次。另一边，冷若雪回到宗门，师傅，您交代我的都完成了，很好。为师说话算话，这就帮你炼制6品推凡丹，但你还得帮我做一件事情，算作我为你炼丹的代价。师傅请说。我推算得知，在南界荒山深处长出一道五色光帘，有妖兽守护，替我取来。冷若雪沉默片刻，丹药的事儿他不想拖延，可这一离去，兄长那无人照看。凌修远眼神凌厉，怎么有问题？不，师傅没问题。离开宗门后，他又回到趟城，召唤出一个拥有他1/3实力的分身，潜伏在你宅院附近监视，随后在屋檐上看着你自言自语：兄长，你不理解我，怨恨我都没关系，我要带着你脱离这个垃圾的环境，让你脱胎换骨，跟我一起向高处攀登。到了那时，你自然会明白我的苦心。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那些凡人的死活与你我何干？兄长，我会站在巅峰，而你也必须跟我一起站在巅峰。我们会一直在一起，永远。你恍然抬头，却什么也没发现。系统，刚刚是他吗？没错，他还放了个化身在周边。我已经出手，让那个化身沉浸在幻境中，是吗？他要去闭关了？我们的计划也差不多到尾声了。那时间到了，我会怎么样呢？越是到了离开这里的时间，世界对你的排斥就会越严重。到时候我会让天道删除你在这个世界的记忆，然后再让你肉身死亡，拉出你的灵魂。你点点头，也就是说，这是自己跟冷若雪见的最后一面了。再见了，若雪。3年后，你嘴角带笑，神情安详地死在了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死去，化为尘土，但和他们不同的是，你死了，世界也开始忘却你的存在，没有人会记得你，除了冷若雪。另一边，冷若雪完成任务出关后，第一时间遇见二奇，目的正是岩浆城。此时他感觉自己心跳的好快，就像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一样。等来到化身身边，发现他居然躺在床上，好似做了美梦。暴怒冲进宅院，气息彻底散开。没有，兄长不见了。下一秒，他化作白光，直冲城主府，一把捏住城主脖子。我让你看的宅子，这就是你看的结果吗？谢人，我冤枉啊！你让我看的那个宅子，我是丝毫不可怠慢，每天都派人值守。不少小贼就是连蚊子都飞不进去啊！那我兄长呢？他在哪？您的兄长，我怎么会知道在哪？冷若雪气得浑身发抖。萧凡，我的兄长，当年还是你资助的他，别告诉我你忘了。仙人，您是不是记错了？我当初资助的人只有您呐。当年您被仙人发现培养，还是我给您置办的那个宅子。你说你喜欢，让我给你留着，我才派人去看着的。你忘了？寒意瞬间笼罩了他全身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掏出通讯符，联系了师傅林修缘。莲花取回来了。师傅，徒儿想问您几个问题。你还记得徒儿让您帮忙炼制6转推凡丹的事情吗？6转推凡丹，你要的不是6转升阶丹吗？下一秒，通讯符被捏碎。不可能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兄长真的对我那么失望吗？宁愿忍受那样痛苦，也要离去吗？可是记忆呢？这天他疯了一样在岩浆城乱窜，问了各种人，包括帮助过他们的奶奶，救济过他们的掌柜，也包括当年那个卖肉的屠户。他跪在地上，仙长，小的错了，小的当年不该计较您偷的钱，你放过小的吧。夕阳西下，冷若雪坐在山坡上，白雪已经厚厚盖了一层，护身法力被撤去，眼神空洞。兄长，你去哪了？为什么我感受不到法印？为什么他们对你的记忆都变了？你是生气了对不？那我向你道歉。兄长，你原谅若雪吧，若雪不能没有你。把脸埋在胸口，发出痛苦的呜咽声，如同被人丢弃的小兽。忽然耳边又传来了兄长温柔的问询：若雪，怎么又一个人躲这儿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少女欣喜抬头，可入眼却是一片苍茫。兄长，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儿？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？怎么可以发生这种事？兄长一定是存在的，他一定是存在的。忽然耳边又传来一个声音：师妹，你搞什么？主动联系师尊后，又把师尊的通讯挂了，他正在担心你呢。你怎么了？关你屁事！你疯了，师妹？怎么对师姐说话的？下一秒，冷若雪双眼冰冷。我疯了，是这个世界疯了。不久后，冷若雪回到宗门，苏倩如实向林修缘汇报情况，可林修缘的态度只有一个：目无尊长，在房间里反思。可冷若雪依旧还跟魔怔了一样，在房间里拿出那本兄长语录，一遍遍抚摸：不许偷，不许抢，不打架，不斗殴。
口，念着念着，两行清泪滚滚而下。这是兄长亲自给他写的，每一句话都是，绝不可能有错。可无论问谁，人们的反应还是一致的。兄长，你哪来的兄长？不对劲，一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这样想着，他御骑飞剑，再次赶回岩浆城。想到这里，寻找线索，却发现了一个眼熟的人，那是韩唐。他居然没死，当时必杀名单上他也在，他还活着。有人包庇了他，一把抓住，冷声质问：“你为什么还活着？”他这才明白过来，吓得瑟瑟发抖，仙人饶命啊！从他的叙述中，任若雪知道了是有一位神秘仙人施展的手段，还给他留了钱，让他接下来隐姓埋名做买卖，好好生活着。听到这儿，虽然没证据，但任若雪脑海中第一时间闪过一个人影：兄长，那是我的兄长，一定是你！想到这儿，一路奔回宅子，朝着兄长的房间奔去。那些东西，那些字，一定还留着，一定还留着。可打开门后，他看到的是什么？这是兄长留给我的，不能夺走，不能。思念化成风，划破了掌控，不可以，说这个不可以。聚散的正义，离合的定义，那未结局你凭什么不给一个理由，然后把我抛弃？你的谎言紧紧赶不出眼里的忧郁，还不能够从你的梦里苏醒，我还没有缝补受伤的躯体，迫不及待问你是否留下我的足迹，还来不及问风带我去哪里，越过了戈壁还是深埋谷底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哪里可以找到你？兄长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好啦，我独自拯救反派第一集的故事到这儿就结束啦，第二集正在加急制作中哦。如果想要提前看后续的，可以在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区下载刺猬猫阅读 APP， 提前看后续哦。下载后打开搜索我独自拯救反派就可以找到啦。第一个就是了，目前进度对应原作第12章，从这儿接着看就行。现在原作一共500多章，足够一口气看到爽啦。本系列我们也会继续更新，投币过1万，咱们10天内更新下一集。这个系列由于要保证故事单集完整度，所以时长都会普遍较长。这第一集已经快半小时，赶上番剧长度了，真的是赶到爆炸呀！大家也能看得出周周对这个系列很用心，所以喜欢的话就请多多投币支持吧。那么我是周周，我们下集再见。